Hello， 大家好，我是苗人。这一集我讲的东西呢，会比较偏向 Dr. Dawachai 讲的东西。7月31号的时候，他就在 Facebook 发布了丹莫当晚在餐厅所拍的个人照，还有一堆拖鞋和厕所的照片。这边你们需要注意丹莫当时穿的鞋子，他为什么会穿拖鞋？是因为那间餐厅，如果你要去厕所的话，你需要换上他们的拖鞋，你才可以去厕所。然后这件事情为什么会拿出来讲？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在很久之前 ，Sam 他们呢就有讲说，丹莫为什么会在游船半途中突然去传回小便？他们当时给的原因是因为在餐厅的时候，他们所有的人呢都去了厕所，只有丹莫没有去。所以现在这样子看的话，他们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很明显就是他有上过厕所，不然为什么他会换成拖鞋，对吧？关于丹莫还有 Gradik 的合照 ，Dr. Dawachai 认为呢看起来非常的不自然。所以他就发布了几张照片还有 video 来解释，它分成2个 part， 如何低头让景象拉伸 part 1。内容最主要是说，从这里到这里，它的差距很宽。Usually 当你向下看的时候，景象那一侧一定会缩小，下巴和景象之间的角度呢会变得非常窄，几乎看不到任何的缝隙。但是在照片里面，情况呢正好相反，它的景象被拉长，下巴的角度张开，然后缝隙又很宽。第2个 part， 他发布了一个 video， 写着从8点36分开始，为什么会没有丹莫在船上的照片或者是影片？不管是谁的 camera， 如果你不想让人家认为9点56分的照片是 edit 的话，那么就 show 影片或者是2-3张照片给大家看。那些涉案人员说没有谋杀的证据，没有刀，没有斧头，没有影片。那么如果没有证据证明丹莫在船上，那么就不需要以任何其他的方式来解释了。因为当天应该是8点之后还是8点半之后，其实有很多照片呢都是嫌疑人的照片，而这样子呢就会让大家觉得，明明是6个人6个电话，没有理由丹莫只拍了1张照片，也就是 Gradik 跟他的合照，所以就是不懂当时是真的巧合还是怎样。丹莫没有拍到照片，也刚好其他人拍照的时候呢，没有人拍到丹莫。而且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丹莫的电话当时是处于关机的状态啊，所以就能联想到很多事情啦，像是这中间段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呢它就好像突然间消失了这样。8月10号，这里有2张照片 ，Dr. Dawachai 写着学校等级 vs 全国等级的 Photoshop。隔2天后 ，OK， 我先解释，有一个 website 叫做 Photo Forensic。然后这个 website 是可以帮你分析那些照片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然后那张照片到底有没有被修改，还有它是怎样被修改的，它都会帮你分析出来。然后 Dr. Dawachai 就用了这个 website 去分析丹莫还有 Gradik 的合照，结果显示那张照片呢是有被修改过，时间是在2月25号早上7点50分，用的 software 是 Photoshop 3.0， 然后结果也显示很可能是 edit 的照片。他还发布了其他的资料。隔天8月13号，他又发布了这张照片，写着丹莫那一side的河的那个浪为什么是这样的？其实讲真的啊，不需要这个 website 的话，普通照片上其实也已经看得出来了。那个河水看起来好像没有光泽还是怎样，整体上很不对称的感觉，就很奇怪啦。在早前 Dash 宣布退出丹莫案件之后，同一天8月13号的时候，大家就在他的 Facebook 上面发布了关于丹莫案件的一些证据，这样子就是从法医那边拿到的丹莫面部 X-ray 的照片，还有一张照片是丹莫头部骨头不同角度的照片，他写着拿到了真实的证据，看见他的右边颚骨是不是不正常，然后写了 #Danmo must not die for free。但也说了这个是很早之前他要求的旧东西，他也指出丹莫的脸部不正常的地方，丹莫的脸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的颚骨怎么了，是不是有裂痕，他是不是撞到了什么东西。我们先看看这个，如果你仔细看的话，是可以看到有一点不一样，可能这样看呢没有这样明显。再看下一张，丹莫的 CT scan， 这里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左边跟右边的状况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是他正面躺着的状态，所以呢我们看到左边是他的右边，你可以看到右边这里是有点裂开这样子。然后虽然说右边颚骨是有点不正常，但是有网友说这个其实也有可能是跟丹莫生前车祸有关，
也就是说颚骨那里也有可能是之前车祸的时候弄伤的。8月14号的时候 ，Dr. Dawashai 发布了 Tengmo 的牙齿报告，报告里面写着上下颌骨没有骨折，嘴唇和口腔黏膜没有撕裂痕迹，没有发现掉牙或者是骨折，一共找到26颗牙齿，包括不见的那一颗。发现了5年的全冠修复，发现了冠套，所有的全冠修复还有冠套处于完美状态，没有发现骨折，发现5个牙根治疗区。24号牙发现补牙的材料，35号牙发现牙冠修复重建牙齿的外观，但是没有连接牙冠。厦门牙内侧发现有少量牙垢。8月15号 ，Dr. Dawashai 发布了 Tengmo 当时大腿的照片，有一张是画的，而另一张呢应该是当时的照片。照片我不会放出来，因为我觉得大多数人呢应该不能接受，因为画出来的也太真实了，所以呢决定不放。那么 Dr. Dawashai 其实是想要表达伤口其实是一条直线的，但是当他们缝起来之后，那个伤口就形成了有弧度的样子。我只能说伤口还没有缝之前跟缝之后真的是有差。我看到的伤口呢真的是一条直线的，我觉得那些没有看到伤口的人可能会觉得那个伤口是有弧度而不是一条直线的，所以在这一方面呢，警方有一种在误导大众的感觉啦。然后隔天的时候 ，Dr. Dawashai 讲，如果有任何医生说右腿的伤口是螺旋桨造成的，请出来。我会邀请那个医生去美国开记者会回答一些问题，我也会 sponsor 所有的费用，包括讲师的费用。如果你觉得这样你很不舒服的话，你也可以将这件事情写在任何国家或者是地区的日记或者是演讲稿里面，我会 support 你。所以有没有一个法医或者是医学专家证人有写过最大的伤口是螺旋桨造成的，又或者是伤口跟螺旋桨的形状吻合？如果没有任何医生写过这样的言论，是谁直接总结伤口就是螺旋桨造成的？如果在案件的结案审词里面写着伤口跟螺旋桨形状吻合，但是没有出自医生、骨科医师或者是专家证人的手笔，那么所有相关的政府官员都必须一起为以后的事情负责。另外一方面 ，Dr. Dawashai 也发布了 GPS 的路径，还有当时船停过的地方的影片。从这个影片里面可以看到，在2点06分的时候，有人开着船去到了这个地方。之后2点11分回到 MBC 船厂，然后在2点21分的时候又开了出去，然后2点24分在这个地方绕了一圈又开走。当时船绕圈还有停留的地方呢，就是这里，一眼看去就是完全很偏僻，没有什么人会过去的感觉。所以开船的人为什么要在凌晨的时候来这样偏僻的地方，是要做什么呢？补充一下，在这个时间，那5个嫌疑人呢都已经没有在了的啊。如果你们还记得我之前讲的话，他们2点多的时候呢就去了油站 meeting， 所以当时开船的人不是他们。顺便说一下，就是这个地方距离找到 Tengmo 的尸体的地方非常靠近。8月21号 ，Dr. Dawashai 去了案发当天Tengmo 去过的餐厅，然后他应该是要 order 当天 Tengmo order 的食物，但是很奇怪的东西是 Tengmo 当天拍的食物照片有一个食物上面插着德国的国旗，但是 Dr. Dawashai 当天 order 的食物全部都是泰国餐 ，menu 上面根本就没有任何德国菜或者是德国的国旗插在食物上面。8月22号 ，Dr. Dawashai 发布了右脚横条纹的伤口，是人家画的，不是真实的照片。它是要让大家看一下那个伤口的深度、方向，还有伤口之间的距离。这个是右脚横条纹的伤口，总共有4个伤口，擦伤，每个伤口都是平行的。第一条线成型磨损伤口，尺寸是0.3乘7 cm， 带有切口。第二条线成型磨损伤口，尺寸0.3乘3.5 cm， 跟第一个伤口的距离是3.5 cm。第三条线擦伤的伤口形成一条线，尺寸0.3乘4 cm， 跟第二个伤口距离3.5 cm。第4条线擦伤的伤口也是形成一条线，尺寸0.2乘4 cm， 跟第3个伤口距离8 cm。คดีนี้มันเกิดจากการที่มังกรพยัคฆ์คนเดียวแหละนี่คือการเขียนบทของมังกรพยัคฆ์เหรอครับใช่มังกรพยัคฆ์เป็นผู้สั่งการทำยังไงก็ได้ต้องไม่ติดคุกอยากหยุดวันเวลาให้ฉันและเธอไม่รู้